国际上头呢，大家在问这件事情是不是也开始变得好像风向不太一样了。这是哪里？这是在缅甸。好，今天看到了一个消息哈，说3艘的中国军舰抵达仰光，和缅甸海军一起来进行联合军演。看到的时候，很多人觉得说，怪怪，为什么？因为前几天不是在缅北这边才听到说有中国的车队在这边受到一些攻击，那个时候不是两边开始有一些不开心吗？缅北这边呢在打诈骗，不是跟中方这边关系有点紧张吗？甚至前一阵子不也听到了大陆呢，其实在缅北这边来进行实弹演习，现在船舰队又开来了，大家开始在问中方跟缅甸现在的军政府关系怎么样？好，有人就说这2个字很重要了。这个是来自于对岸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的讲话。过去他可能只是什么，只是说关切，然后只是说呢呼吁，但现在是敦促缅甸各方尽快停火，然后要透过对话来协商和平解决分歧，保护中美边境的安全稳定。甚至呢，现在大家也在讲，缅甸军政府好像陷入了一个生死关头，甚至还有人说现在是最接近推翻军事统治的时刻。好，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在缅北这边先前现在是缅甸军政府这边来掌控，但先前呢，这个果敢军这边呢，基本上好像有一点回过头来，果敢军里面用了很多设备，又很新，甚至还出现有人说华为手机，跟中方有没有关系？中方到底介入缅甸停战这样的一个讲法？为什么？其实你从地域上面的概念来看，缅甸就在这个位置。如果把它放大一点点来看呢，你会发现什么？突破马六甲吗？好，原因是因为马六甲就在马六甲海峡，在这个地方。好，缅甸呢就在这里。如果说呢，它在缅北这个地方能够让它稳定下来，能够跟中方这里友好的话，其实它的货直接从印度洋这边回去就好了，它不用绕过马六甲，不用经过马六甲，不用经过南海，那是不是让整个事情对于中方来说又更简单一点，风险又更少一点？毕竟现在在南海这里是什么样一个状态？是菲律宾现在看到了，好像呢跟美国很好之外，跟澳洲也很好了，甚至呢他们基于安全考量，现在讲是说呢，他们不会到仁爱暗沙这边来运补，只会尽可能的经过。但是呢，他们现在要联合美澳一起来抗中，明年呢还要进行南海的多边巡逻，这是他们的菲律宾参谋总长所说的。大家开始在讲，哇，澳洲也加进来啦。澳洲呢现在在南海、东海这边，除了说跟菲律宾的一些合作巡逻之外，飞机一起飞，然后呢，在东海这里，先前不是传出吗？他们认为自己有个潜水员在海下作业的时候，在日本的经济海域作业的时候，被中方这里好像声波影响到他们的潜水员受伤了。这一些的纷纷扰扰，中方现在有回应。这一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刘建超直接讲，中澳军队的小事处理不当，就有可能升级成为损害两国关系的大事。中澳关系才刚刚回暖，现在有没有可能因为这些小事又要破裂？这边必须打一个问号，已经开始有一些警讯出现了。另一个部分呢，则是如果你把美方现在美日印澳他们说这个Quad把它打开来看的话，澳洲开始有些举措，日本不用讲了，印度也开始有动作。他们现在呢要花这个是48亿美元，1520亿台币，要再次来造一个新的航母，甚至还说呢，这个新航母他们要上面放28架的标风战机。那还说呢，现在已经有一些航母战斗群再扩大海军舰队，就是要在印度洋这边展现实力。澳洲防长也在这个时候跟印度2+2会谈的时候，他直接点名中国是澳洲跟印度最大的安全焦虑。所以呢，在跨的组织下面，大家分享共同的价值，有共同点，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发现中国是他们最大的安全焦虑。那中方如何回应？澳洲现在真的跟中方关系回稳够稳了吗？请教亮哥，现在看到的是缅甸3艘中国军舰来到这边，说要跟他们海军进行联合军演。我不知道这个是既定的军演还是突然发生不过中国向来跟缅甸的在朝在野的力量都保持不错的关系那缅北这个事情，坦白讲，缅甸的军政府也有一定的责任比如说电信诈骗这么严重
那中方早就向缅甸军政府反映多次了。那他当然会怀疑军政府也跟当地的诈骗的相关的家族勾结嘛。那现在好不容易有那个果敢的同盟军，他们要以这个消灭电诈作为诉求，所以这刚好符合中国的要求嘛，所以中国大陆确实在这个部分有去协助他了。可是到底协助到什么程度啦？那个军援有进去吗？这个我们真的不知道。可是物资肯定是有的。所以为什么他的货车会被炸嘛？因为中国的货车确实被炸，可是到底被谁炸，没有人知道啊。那是电炸地区的那些军阀吗？还是中央军？跟电炸地区勾结的那些军方？因为我们还没有看到调查报告了啊。是，所以这里是真的有点复杂，就是说，中国大陆一方面作为外国也不好直接出兵，可是这些军阀跟缅甸军政府打得乱七八糟啊，还打到了边境小镇嘛，那个贸易小镇，所以中国大陆就在中缅边境就实弹演习了啊。对，那军队也开到了前线啊，就说你不可以过来啊，那影响到我们这边的民众，然后也从缅北老街撤侨嘛，这个都是事实啦。然后也因为得到果敢那边的配合，所以有一些参与电诈的一些老百姓已经回大陆了。是，这规模之大，我看到的数字是说回去了有5万人呢，难以想象有这么大的诈骗的规模啊。那这里面当然也包括中国的犯罪分子啦、金主啦等等啊。我觉得中国大陆大概就是下了一个决心，就是一定要借这一次把这个电诈事件做一定的处理了啊，不然这个地方坦白讲一直都非常乱了。以前还金三角，后来还有人口贩卖、器官贩卖，然后电信诈骗，都在这个地方。然后又有2个不同于缅族的民族联盟，在佤邦、善邦，然后缅甸军政府一方面表达反对地方割据，一方面又跟当地的力量在勾结，就这样。所以你听我讲都快要昏倒了，已经有好多路的剧本，你就知道这里面有多复杂。所以你说中国的军方有3艘军舰来跟缅甸军方做演习啊，这个也不意外啊，因为他就是两边都要交往啊。所以可是电信诈骗这个事情，我认为他已经坚决要借这次机会把它做一个处理了。是，好，请教老师，因为大家也认为他在这个地方处理这件事情，其实是不是也跟“一带一路”的一个思考是有关系的？当然有关系。我们对缅甸的了解，我想建议观众朋友，用我们民国初年的概念就是中央政府软弱无力，对，然后地方割据，地方割据他们是有武装力量的割据，然后呢，每一个的军阀就切了一小块的势力范围。有的是很大块，有的小块。那由于很多地方是在穷乡僻壤交通不方便，所以他们要活下去，要收刮他们的财政的来源，最主要的，一方面是开赌场所以就在边界里面开了很多的赌场。那第2方面就是种鸦片、贩毒，那第3方面就是色情行业，那最后一个就是新兴的发展起来的电信诈骗业这个电信诈骗业被联合国已经评鉴为这个世界的这个电信毒瘤。大陆的央视曾经有过一个调查报告，就是说在缅甸这个电信诈骗业的据点有1000多个据点，然后每一天是每一天的从业人员有10万人以上，每一天10万人，所以造成了这个几百亿每一天的金流的损失。这个大陆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但是由于他们是在缅甸境内，尤其是在这个三不管的地带，这个必须要清理，可是你又不能派武装警察进去清理。那前段时间有派这个干探卧底进去，传说有被活埋等等的，那就是名家的事情。那我们也留意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公安部的部长洪小波
也有去缅甸跟敏昂莱，就是军政府的统治者，那么有磋商。那接着我们就看到了，那就是整个打击行动就开始了。那打击行动开始，缅甸政府内部就陷入了这种内战。陷入了内战了以后，在它的西部地区，孟加拉罗兴亚人的内战也在爆发，所以罗兴亚人有很多的难民就透过海上跑到印尼去了。对，佐科威也说我没有能力接纳我也没有义务接纳。然后孟加拉也拒绝接受。你就可以看到，缅甸目前来讲，西部在内战，东部在内战，整个缅甸如果陷入混乱的时候，中国大陆现在会担心的就是英美的势力，因为英国以前是殖民者，美国是后来想要控制者，借这个机会去推翻军政府，造成整个缅甸的一种大混乱、大内战的话，一带一路就影响到了。所以大陆现在既要稳住，二方面又要去避免这个战火外溢，你想想看，在很多的地方上处理很复杂又很困难。是，请教一下这个彬哥哈，主要原因是因为现在呢，这个美印缅也有人讲说他们是不是会有一些这个同盟等等的关系啦？那另一个部分是什么？是印澳了，你怎么样来看？因为现在呢，印度又要开始造航母了。印度是一直都希望自己至少要有3艘航母因为3艘航母其实对一个航母国来讲是一个比较基本的。因为不然的话，你就没有办法轮值，没有办法去维修。是。那印度过去一直是希望就是至少2艘航母，因为它就是它的大敌就是巴基斯坦嘛，所以它必须要对它做出准备。而且印度的海岸刚好是一个三角形，所以两边各1艘，它预计在战时的时候做这样准备，所以它会建第3艘航母，其实是很合理的。只是呢，印度因为这次要自己造，通常印度它假设跟你讲说。我随便讲，假设他认为是2035年完工的话，那通常在2040年以前能够完工都算快，你知道，所以他这个到底要拖多久也不知道。而且如果以他的这个吨位，还有他的舰载机，大概就是一个中型战力的一个航母，所以我觉得这个基本上是基于印度自己本身的要求。那当然，他一直把中国视为他的假想敌，所以他希望能够去跟中国大陆一别苗头。可是问题是，以印度现在在军力上面的投资，我认为他要追上中国大陆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当然，他的武力其实已经足够他在印度养称霸。我讲实在话，但是你说要去直接跟中国大陆抗衡，其实我觉得这种想法意义不大。这对印度的财政来讲也会造成非常大的困难哦。那当然，现在澳洲也好，菲律宾也好，印度也好，美国都希望拉他们进来，一起来围堵中国大陆。可是说真的，菲律宾本身没有实力。你看他现在光是一个仁爱暗杀，他想要找民间团体来运补，民间团体都跟你讲，我不接近，我只能够尽量接近，但我没有办法上去。那没办法上去，请问一下怎么运补？我不知道怎么运补。然后你说澳洲其实南海离他真的很远，那他一定要来淌这个浑水吗？中国大陆真的对澳洲有这么大的军事上的威胁吗？我个人觉得这恐怕是美国的意志，而不是澳洲的意志。那至于说缅甸，其实我讲实在话。他说这篇报道 New Talk 的报道说，敦促这2个字在外交上异常严厉。我刚去找了一下，美国光是以巴战争开始到现在就已经敦促以色列不知道多少次了，很严厉吗？你看纳坦雅胡理都不理他，美国也敦促过印度啊，那中美更是每天都在互相敦促，所以我觉得这种话真的是听听就好。好，其实我们现在讲了，就如果说呢，真的是以哈问题的话，现在有更多的事情摊在阳光之下，包括说呢，现在才知道，原来以色列的情报内部单位早就电邮7月就接到说，可能会有人来突袭，但是呢，他们都没有上传，因为他们觉得这一切可能都是假想，假想情境抛诸脑后，大家就说，你看看螺丝有多松。而目前呢，在伊朗这边，他们想问的是，以色列啊，你自己在加萨走廊这边还没有解决，你真的还想要把战争外溢吗？因为他们现在发现他们的核设施被无人机所攻击，那他们就开始在问，到底是谁出的手？有没有可能是以色列出的手呢？基本上伊朗现在呢，他们是希望跟土耳其能够有一些的来往啊，是要来了解一下，说要怎么样来讨论一下以哈等等的问题。那可是呢，突然之间说来访之前。
伊朗总统行程出现了变化，但是什么原因还不知道。可是伊朗现在确实有一些的军购案正在进行当中，比如说他们现在已经敲定了要买苏35，那同时呢，他们还要买米28等等攻击直升机。那这一项军购问题到底能不能最后真的成型？目前还有一些的变化，只是说在中东这一边，是不是开始他们有更多的动作、更多的准备呢？其实，在中东现在地中海联盟论坛已经呼吁了，既然延长停火是有可能的，这2天在讨论是不是释放更多人质，把停火时间延长。那双方呢还没有真的完全达到一个和谐的目标。可是这一场的呼吁延长停火论坛，以色列是直接先缺席了，因为他们不开心，说你们突袭我，你们事情又不讲，然后现在才说要在这个论坛里面讨论，觉得不被尊重。但布林肯呢，美方这边的立场是不是也希望可以延长停火？因为拜登也讲了嘛，有机会。布林肯来到现场已经是第3度的造访了。他也希望能够确保的就是冲突不会进一步的扩大。那目前在中东，美国就是希望稳下来。好，因为呢，他们也看到有一些的角力正在发生当中，包括了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他们现在呢是不是也陷入了一个美中科技的角力中心呢？因为呢，苏利文这边已经有跟他们提出来说，你们有跟中国合作，是不是没有跟我们讲啊？另外在华为跟阿联酋的合作，到底是不是就像西方讲的会有安全威胁？当然，对于这些消息跟手法，对于中方来说，他们是非常不开心的。他们认为美方你们自己才经济胁迫嘞，讲我们安全威胁，这些都是莫须有的指控。回过头来，在中东这边，局势其实随着以哈战争的发展一直在转变当中。请教亮哥怎么看？因为呢，以色列现在发现当初真的是有情报的。这个没什么啦，这个偷袭珍珠港911之前也有情报啊，都被忽视。就是就是作为国家的情报单位，他就是要判断哪一个是真的嘛。那他每天都会接触到很多情报啊，那他要去判断真假，判断轻重缓急。那显然他就是不认为这是真的嘛，所以有情报反应并不等于被成为决策啦。所以该反省的不是有没有情报，而是为什么你判断这不是真的。所以后来美国方面跟英国的报道就说，是以色列长期低估哈马斯的实力，所以他认为他做不到，所以就才判断是假的。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出这样的判断呢？那这个就说来话长了啦。就以色列摩萨德不是很厉害吗？他的情报的单位好像对周边掌握的很不错啊。对，那为什么会这样做出一个判断啊？这个基本上阿联酋用华为，这个根本就不是新闻啊。华为2019年就已经进入阿联酋了，就我们讲阿拉伯联合大公国了啊。那上次美国已经威胁过他了，因为阿联酋杜拜想要建立数位人民币中心嘛，对，所以他就认为必须要用中国的电信啊，不然中国不会允许把数位人民币放在你这里嘛。我一天到晚都被美国窃听，那我搞怎么搞啊？那个时候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决心了啦。所以美国那个时候就去向他施压，说你如果用华为，我这个 F-35我就不卖你。结果阿联酋那个时候就跑去跟法国买标风战机了。所以我觉得这根本不是什么新闻啊，这个阿联酋怎么会在意你美国来施压呢？而且华为它不只进入阿联酋啊，它现在要进入沙特阿拉伯，是，而且也进入伊朗了。所以中东这一带正在和解，而且这3个国家在今年8月都参加了金砖会议啊，所以我觉得美国来阻止这件事情是没有用的啦。而且那个沙特阿拉伯要在红海那边盖未来城啊，他用的也是华为的设备啊，是，所以我觉得这个根本不可能阻止啦。那至于布林肯啊跟以色列，因为王毅即将去安理会要召开这个安理会的高阶的会议嘛，是那是针对，因为这次的安理会决议只有针对人道主义暂停，然后让你做人质交换，对，然后让一些物资可以进去嘛。可是
如果人质交换到了一个段落，因为人质毕竟只有200多个啊，交换可能20天就完了，以色列扬言他还要再打，对，重点在这里，所以显然王毅去安理会要开个高级别的会议啊，美国也会去了。我认为就是要提出这个问题，说美国你是什么立场？因为以色列说这个人质交换完毕之后，他还要再打，那怎么办呢？而且接下来也有这个战争到底到什么时候要喊停啊？那要怎么建立新的政府啊？那这个部分事实上，美国已经陆续表达出他跟以色列的不同立场。可是我觉得中国大陆就是基于尊重啦，就说那你美国决定要怎么处理，不然就要在安理会提案了。是哦，如果他真的还要继续这样干那安理会又要做决议了，那你美国到时候就很尴尬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应该是要事先打一个招呼啦。是，所以布林肯当然就又飞一次以色列啊，说人家就要动手了啊，你自己要看着办啊。恐怕挡不了啊，我们美国又要再弃权啊。所以我觉得大概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啊。所以中国大陆也想要让这个事情不要说又是硬碰硬。是要用一个比较好的方式来处理，这样是能不能比较 smooth 的处理哈？最主要原因是因为11月底之后，他在安理会这边这个轮值主席国，可能就要换人了。有没有可能在他卸任轮值主席的时候，能够先让大家有一个更好、更完美更能够接受的方案产生？相信这中方他们在运作的。那目前呢，也要跟大家来讲，在进广告之前，特别提醒所有新闻大白话的好朋友们，明天下午如果4点钟没有事情，或者是很希望近距离的来看一看我们 T 台开讲，要走出户外，明天会来到了新北市板桥第一运动场，期待看到大家。打开出来购，出来讲更有 feel。不要光听我们说，我们也想知道你怎么想。所有您关心的大事，电视版好看，现场版更不能错过。TVBS 战情室新闻大白话国民大会，11月30日起 ，TVBS 56频道 T 台开讲。好，我们刚讲到在中东这边的局势，目前呢，以哈虽然是休战的状态，但是呢，没有完全的停火，到底之后会怎么样发展？请教赖老师。目前王毅要开他中国担任轮值主席，因为到今天嘛，明天30号为止啊，那就要交班了，所以在最后的前一天，他召集了这个高级别的会议，部长级啊，所以巴西的部长他们都到了啊。那他也跟这个联合国的秘书长有了一些磋商，他已经开始在进行政治动员。那开会之前他已经讲得很明白，这是应阿拉伯国家以及伊斯兰同盟他们的要求，要召开这样一个会议。所以这个高级别的这个会议有它的正当性因为要马上处理以哈的问题。3个路径，第一个路径就是永久停火，不要再开火了。然后第二个，人道主义的援助不可以被干扰。那第三个就是2国方案要抬上这个路线图了，也就是不能够再推迟了。那布林肯如果去的话，那当然因为布林肯之前也很多国家都已经同意2国方案了。那如果2国方案一旦抬上来的时候，那马上开始提出2国方案的路径图，就是说你要怎么什么时候怎么做的话，那这个对于这个以色列来说的话，就要开始也要参与跟巴勒斯坦之间的谈判啊，还有周边的国家都要进来，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还能够继续开火吗？所以等于是你以色列已经暂时停火了6天了，你如果再打的话，你就是主动的侵略方了，这个以色列失去了正当性。所以如果以色列立即停火，其实以色列站不住脚了，因为他的报仇、他的报复也已经是超过比例了，杀太多人了，1万多人这样在杀，而且联合国也公布了，病死的这些人也超过了被打死的人了。对，这代表什么？代表这个医疗的救援的阻止已经造成更多人的死亡，这些账都要算的。所以我觉得以色列应该要借这个机会要永久停火，不要再开火了。
好，但以色列这边呢，他们讲现在你看到我们好像休战，我们一直在准备，甚至先前他们也说继续打，他们会再打2个月，到底之后要如何喊卡等等。广告回来，我们要请彬哥帮我们总结。打开出来购，出来讲更有 feel。不要光听我们说，我们也想知道你怎么想。所有您关心的大事，电视版好看，现场版更不能错过。TVBS 战情室新闻大白话国民大会，11月30日起 ，TVBS 56频道 T 台开讲。好，最后呢，我们要请彬哥来帮我们总结。我觉得这个以色列情报到底有没有事先掌握这些讯息？老实讲，以我们过去对摩萨德的认知，他应该是要掌握才对。他完全一无所知，这是非常非常不可思议，完全颠覆大家对摩萨德的印象。所以我认为他一定掌握到某些消息。但他掌握到某些消息，那为什么没有直接模拟因应对策，或是直接去先发制人呢？那现在就是2种，一种就是这种说法，就是他的官员认为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那你们想太多，就直接把它那个忽略掉。另外一种就是说，其实他们是知道，故意有心要让他这样做。那到底是怎样？目前当然不得而知。可是不管怎么样，这个都造成了以色列的重大损失，因为1400条人命就这样不见。然后现在以色列也在战争的状况当中。我认为这整个案子其实以色列应该要去彻查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因为这次真的重创了摩萨德跟美国 CIA 的信誉，在整个中东，好像你们就被哈马斯当小孩子在耍一样。那至于说伊朗，他其实很早以前就一直要跟俄罗斯买战机，但为什么一直敲不拢？就是因为俄罗斯不愿意提供他技术转移，不愿意让他自己有建造维修的能力。那对伊朗为什么这么重要？因为伊朗，你知道他现在最新锐的战机是什么吗？他最新锐的战机是他逆向工程去造美国的 F5，非常老旧。对，非常非常老旧，我们已经要淘汰的飞机，它现在正刚刚造出来，性能跟美国的 F5其实也差不多。虽然伊朗吹的跟真的一样，所以对他来讲，他技术长期被封锁。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1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1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老师，大家平安。以及资深媒体人谢寒冰，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国际政治专家赖玉乾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好，那首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呢，近期在蓝白正式整军旗鼓之后，好多份不同的民调出炉了。好。短短几天已经有8份民调来解析，我们帮您大概分类一下哈。现在可能是有3种态势。第一个态势是什么？是萨卡都的状况之下，蓝绿基本上支持度是相近的。好，这个呢就是包括有4份民调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势。那在柯的部分，好像就锁在20%左右，在这个地方在徘徊。另一个是什么？另一个呢则是赖独行啊，你看到它就是往前走很多，然后呢在蓝白的部分。是持续的在缠麻花，好像有一点上下不分宣制。还有一种呢是目前看得出来，已经呢是蓝绿距离拉近了。然后呢，跟柯文哲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差距。那这个部分呢，这2个的差距，基本上这2份民调都差到2位数以上哦，一个差12%，一个差13%。好，现在大家就开始在问柯文哲了。如果是这样的话，跟你先前那个破3啊等等的很高的民调，好像出现了一些巨变。柯文哲的回应是这样，他说：“其实啦，这个就震荡期，2个星期就回来了啦。”他强调，能够得到社会主流的支持，还是一个保障。那国民党呢？国民党内当然在侯康配出现之后士气大振，但是大家也在思考。真的稳赢吗？现在真的士气好，讲话是不是有的时候保守一点比较好哈？因为呢，我们这位小平叔叔啊哈，钟小平，他在有台的节目呢，直接的说，他有一份内参民调，还告诉大家说呢，这个是独家爆料，因为呢，他发现了，虽然说侯康配跟赖萧配在做民调的时候大概输了，可是如果说一定会投票的那一个族群里面，侯康配反而倒赢赖萧3%哦，听起来就觉得说哦，温雅是不是
大家就觉得在选前，其实有的时候你很怕会听到类似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呢，大家都希望把基本盘棍好，而且再加上啦，如果说真的要赢的话，历届算下来，可能呢，国民党你必须要赢，在民调的时候赢大概5%以上，这样子会比较稳当一些。怎么样能够拿到这一些比较稳当的选票？好，当然打弊案是一个蛮大的关键了。在今天呢，这一位游志斌出来爆料了，他说先前呢，他不是在讲这民进党的发言人张志豪，曾经呢出入一些这个有粉味的场所，现在他说当时是谁阻止他爆料？这个人呢是前立委告诉他有一个民间友人，而这个民间友人就是前行政院的政务顾问，叫游景明，说来传话给他，甚至呢还讲了身价高达20亿的有利人士企图要收买他，要他封口。好，现在张志豪讲了，说这一切的爆料呢都不是事实，他会再一次的提告法院见。而除此之外呢，民进党内还有哪一些事情？还有就是先前在台中这边有一位 C 女跳出来，她说同为女性，为什么她的讯息没有办法被正视？好，主要原因就是她讲自己其实也是民进党的长期支持者。好，但问题是她被民进党的这一位民代叫蔡耀哲给他们跟2个人交往，然后帮他生了孩子之后，却是被恶意的抛弃，然后对方这个男生呢也不负责，这样子的一个情节让他很生气，直接去找上何欣纯，也就是这一位台中中部的重量级女民代，甚至呢过往还被称为台中妈祖婆，但现在竟然呢何欣纯要他切开来看。公归公，私归私，这个不影响他当议员啦。好，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何欣纯今天回应了，说呢他是心疼孩子，关心的是孩子，尊重当事人决定。可问题是，民进党内是不是对于这件事情的标准？就是这样，就是告诉你公司要切开来看，因为过往还包括了谁？包括也是民进党长期支持者跳出来说，古拉斯那个时候跟他的先生逃来暗起，然后呢，他还必须来到这个赖清德竞选的现场，希望能够直接请人帮他伸张正义，帮他喊话，甚至他找的律师基本上是30年前，报国民党作票案时帮黄信介打这官司的这个偏绿的律师，他们想要找民进党的民代来帮他们说话，找不到，最后只要找到王宏威，真的要开记者会的时候，又被压下去。现在大家就在思考，到底现在民进党内是怎么样的一个氛围？一直在强调赖清德一直说自己是非常有高道德标准的党主席，民进党党主席赖清德先生真的知道这些事情吗？那现在如何处理？回过头请教亮哥怎么样来看？好，近期8个民调现在出现了3种不同态势。这个我们民调要看趋势啦。那你这个登记完的第一波民调用这样来看，当然很难看得准。不过有一个现象是很明显啦，就是说赵少康跟韩国瑜归队，让侯友宜的党内支持暴增啊。因为在这之前我还看过国民党内对侯友宜支持度只有62%那我看最新的冲到90了。那赖清德也早就冲过82了所以这2个党就是完全归队了啦。是那侯友宜以前当然有一些复杂的原因，可是现在归队了，那你就看到他的民调还是稍微落后民进党那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20到29岁那块实在是太弱了因为这一块就比较没有政党属性嘛。那赖清德不管怎样，他在20到29还是有28到34的支持度，那柯文哲大概是46到56之间了所以柯文哲是超强。可是这种票赖清德还是拿到相当大的部分，就是28到34嘛，那侯友宜是10%，不然就个位数所以总的来讲你就是落后嘛除非45岁以上的票。侯友宜可以继续拉大他在这个部分的占比啦，因为这个部分就是钟小平讲的那个投票率比较高的部分因为我们一般年纪越大投票率越高，那目前侯友宜在60岁以上的支持度是最高的那这个部分当然投票率比较高，对他有利啦。那年轻人，所以柯文哲到底会有多少票，真的没有人知道，因为你看到他那个支持度会不会反映为投票率？不知道那今年当然他一定会号召
大家一定要出来投政党啊，好吧？那我认为年轻人如果已经支持柯 P 的民众党，这个政党票应该跑不掉了啊。那当然，国民党比较头痛的就是那立委票要不要顺便投一下？这个就是我们刚刚在讨论的问题了。是。那可是这个柯文哲未来要怎么打啊？他有没有办法从逆势中再往上走啊？这个我觉得，坦白讲，我还真的想不出来啊。那个我的智商没有柯 P 高啊。可是我大概知道国民党跟民进党要怎么打，比如说朱立伦都公开讲了，一个礼拜办3大场，群众造势啊。那我相信民进党也一定一样了啊，就是说你会看到2个大党在做选举拼场啊，那就连我们 TVBS 明天都要去拼场了，对不对？这个就是台湾的政治的特色，就到了选举的最后1-2个月，那几乎都是这种新闻。那你民众党如果没有这种场，你就没有新闻了，这个很现实啦啊！而且到了后段，你也可以看到，因为媒体变成稀有资源嘛，让他逐渐要进行候选人的专访，那柯文哲有时候也会被漏掉，甚至有一些媒体根本就是有立场的，他会开始赌啦，你知道吧？这个美国也是一样啊，美国有一些媒体到最后都是要表态的那表态之后。对手他不访问啊，就是这样啊。所以柯文哲要面对一种困境啊，就是选举大造市场他基本没有啊，那电视的专访他一定比人家少啊，那你就是只能够透过网络啊。可是网络啊，因为我自己在教这个啊，网络基本上它是在你的粉丝群里面转，是，他要外溢到新的选民这个。要有实体活动啊，不然你外溢不出去了，不容易了啊。那柯文哲目前当然他的脸书是第1名啊，大概220万，遥遥领先侯友宜跟赖清德啊。侯友宜大概70嘛，赖清德大概90啊。那可是你只有这一个啊，那接下来怎么弄啊？这个我觉得他这个要巩固不分区不难啊，可是要总统大选要再往上走，那个难度很高哦。是，那你如果说只是做既有的，比如说庙口开讲这种比较大概2-3千人的活动，那我们台湾的电视媒体一定会给你做对比，那事实上对你也是不利的。那最后你就会看到人家开始在做看好度调查那这个目前看好度赖清德是明显是领先的啦我一直看到今天大概他的看好度还维持在43到52左右那看好度事实上如果持续这样那它最终会影响到一些大西瓜选民的投票那当然了，因为赖清德是长期领先嘛所以看好度一定会反映出来。那以前这个侯友宜都是分裂的，那你在民调上你从来至少我很少看到侯友宜赢过赖清德嘛所以你在看好度上的分数你就出不来。我最近只看到一个民调侯友宜赢赖清德了，大概赢0点几这样那这个部分事实上他也要想办法要克服这个问题。是，但我们要请教彬哥了哈，因为我们刚才看到其实呢，在这个蓝白之间，有的地方竞争，有的地方合作。比如说啦，在这个周末蔡壁如这边的靳总，他刚刚也发了一个脸书文，他强调说，这一次呢，在台中这边跟其他地方不一样卢秀燕呢要担任他这个靳总的主委，那一样同一个场合会出现，但是不会同台。国民党这边已经先讲清楚了。可是呢，对于柯文哲来说，他对于自己的民调其实是有信心，他觉得你现在看到的。民调只是一个经过，只是一个记录，这叫震荡期，2个星期就好了。蔡壁如算是他里头一个特例啦。讲实在话，就算是只有蓝白都只有一个人参选的区域，蔡壁如也是相当明显的特别。所以现在民众党内部其实有一些人对他是有点不满的，甚至直接呛他说：“你选完是不是要加入国民党？”所以我觉得民众党自己内部也是有一些问题啦。这个东西他们如果搞不清楚的话，这对他们自己的选举是有伤的。柯 P 讲的没有错，其实因为军乐到大家仓促成军，然后登记，然后就副手全部决定，其实这中间是有很多曲折的过程。那很明显的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蓝军接受到这个刺激之后开始归队。那
可是除了这个之外，你说其他的东西能够一直延续这样的态势吗？其实这个很难讲，还要看未来的选情怎么样的变化。因为我必须提醒大家，其实赖清德还没有真正出手，到现在为止都还没有。所以在这种状况下，等于现在只是一时的情绪效应，那是不是能够延续？当然也要看蓝军是不是能够抓准这个机会，持续把这个效应扩大。所以对柯文哲来讲，他当然现在也是觉得说这就是一个震荡期，应该是下礼拜开始以后，那些民调开始激昂的情绪恢复稳定之后，那个民调的可信度会比较高了，你也比较容易看出真正的趋势在什么地方。但是问题来了，就是光是这几天哦，虽然说现在是震荡期，可是你不可能因为震荡期所以我就不出门吧？你还是要出门啊。是。那这几天除了那几个被认为柯 P 失言的引起风波的这些话之外，有谁知道柯 P 进行哪些活动？其实不大有。有了一个也是被人家考碎的，就是他跟吴欣盈去那个工商总会，然后被侯友宜跟那个直接好像洗脸那种感觉，所以这个对柯 P 是非常不利的。如果媒体从现在到选前，如果全部都是只要有出来的新闻，大部分对他是不是正面消息的新闻，其实对他来讲是会有影响的。他的声势要打开就非常困难，因为他本身没有陆战。那你网络的东西就好像刚亮哥讲，因为网络常发生什么事情，万人响应，一人到场这种东西，大家在那边网络上讲的很骚，可是都是自己同温层在那边讲，等到要到现场的时候没人去，那不就很糗吗？所以他要怎么样把网络的声势直接转化到这个他在他的偶尔的几场造势活动，因为柯 P 的造势活动一定很少，所以他一定要办的话，规模就一定要大，不然的话会让人家觉得没信心。你想想看，当别人上次侯康在那个台南说是3万嘛，对，如果你只有3000，那一比那个就差距很大，那个就会西瓜效应就会出现了。所以这个对柯文哲来讲，当然眼前难关很多。我认为他应该要更积极的活动，他要想尽办法让人家看到他。那当然这个办法怎么样，他自己要去想清楚。那小平哥讲的这个东西，我觉得也是看看就好了。因为说真的啊，就算以他的理论来讲，他说我们只看一定投票的侯康配倒赢，可是你看每一次都一样，讲一定投票，到最后真正去投票一定比较多嘛。那一些或许会去投票的，大部分是年轻人哦，但年轻人支持侯康的反而比较少。对，所以我觉得用这种比较好像是刚好相反的一个问题。那至于游志斌这个东西，他现在已经点名游景明嘛，对，那我到现在还没有看到游景明出来说明。我觉得游景明应该要出来说明一下。那至于游志斌为什么要隔了一阵子之后再来打？他是觉得前一阵子蓝白合会抢走他的风采，所以不打的。我不知道，他等到蓝白合抵定再来打这个。可是我必须讲，张志豪毕竟不是民进党的重点人物，打他的效果其实是有限，而且人家已经在闪了。你没看到最近这一阵子都换成陈世凯在讲，张志豪已经不太出来，所以就是在躲你，就是这么简单。因为不管是真的假，他不希望这个效应扩大到影响赖清德的选情嘛，所以这就是一个基本操作。那至于说民进党的这些风花雪月的事情，奇奇怪怪的事情一大堆，其实你从何欣纯回答的那个方式就知道他们的心态是什么。他认为说啊，这是你跟他之间的私事啊，私事你们私了啊，那不要去影响到他的公职，不要去影响到他的民代的位置啊。那如果何欣纯真的认为应该受选民检验的话，那你就大大方方全部讲出来啊。讲出来之后，选民要投他就投他，不投他就不要投他嘛，不是吗？正确的态度不是应该这样吗？结果你所谓的公私要分明，公领域私领域，结果是负责把它掩盖。你看民进党处理所有的这类事情，全部都同一种方式，就是想尽办法掩盖，不要让它上新闻，不就是这样吗？这真的是在分公私领域吗？这个其实老实讲，你们就是吃案，摆明就是吃案。那这个女孩子现在还是你们民进党自己的党员呢，连你们民进党党员你们都这样对付，未来人民你会怎么对付？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是，请教老师。民进党的政治人物，尤其是男性的政治人物，对女性的不尊重啊，这个是很普遍的现象，时有所闻啊，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基本上来讲啊，喜欢拈花惹草，而且呢，风花雪月不断。那我们在乎的是，在民进党内的男性跟女性的政治人物，对于他们的男性的这些行为，他们的态度是什么？结果我们看到的是，绝大部分去纵容、包庇他们的男性的这种对于女性的不尊重，这个叫做
民进党内部的这种大男人的沙文主义，而且连女生也都有这种大男人沙文主义，认为民进党内的这些男性对于女性的一些不友好、不友善，甚至有的时候很糟糕、恶质的行为的时候，他们本身都好像是在这样的文化下都应该要容忍，所以表面上的高道德标准，其实到了这一些政治人物手中，都变成最低的道德标准，就是说法律解决嘛，司法解决嘛。那司法解决、法律解决，我们都知道那是最低的道德标准。这个就是民进党的内部的这些人，他们本身的这种对于女性的歧视、不尊重，这很恶质。民进党这个党的恶质性，就是对女生太不尊重了。我觉得这个就有日本的这个余毒，日本文化中的余毒啊，对于女生的不尊重、大男人主义、大男人沙文主义，我们叫做杀猪主义啊，在民进党内横行。我觉得到今天，如果不刹车，连蔡英文是一个总统的时候，是一个党主席的时候，他自己本身也犯同样的错误，也不去刹车，也不去纠正，也不去把它扭转过来，反而屈服于这种大男人沙文主义的这种日本主义余毒的这种余孽在民进党内横行。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恶质，要赶快改变。好，第二个呢，就是其实我们看到本来蓝的士气低落的时候，蓝的支持者确实在萎缩，绿的支持者在膨胀，但是现在感觉是蓝的支持者在回来了，所以目前来讲已经势均力敌了。势均力敌其实这是不容易的事情。那蓝的怎么样把他的士气维持一直很高，然后让更多的已经离得很远的泛蓝的这些人慢慢的回来归队？我觉得这个考验的目前的这些竞选团队。这个竞选团队必须要一直不停的那么丢出吸引眼球的议题，然后一直维持它的热度，不要往下降，不要依赖几位少数的人，要用议题，要用你的主张，要用你的理念，然后让这些人慢慢的都回来。那还有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在这里，更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民进党在很多部分管得住他党内的人，他党内的那些人的嘴。但是你国民党能不能挡得住你能不能管得住你党内的那些政治人物的那一张嘴？我觉得这个很重要。我举个例子，连中配的时候有一段时间，那时候士气很高昂，然后那时候看得胜选在望，内部里面的那张嘴就管不住了，很多人就开始去对哪些官有兴趣了，所以这个抢官说、争官说、分官说就甚嚣尘上了。那个时候就引起很多选民的强烈的反感，说赢了又来了，然后民进党就趁势借势利势用势，就说这个复辟回来了。你看一下子很多选民就厌恶了，就退回去了。所以我觉得现在的情况是，你国民党能不能管得住你党内的那张嘴？特别是当你越来越有胜面、越来越有赢的可能性的时候，要先管好你的党内的这些真正人物嘴。最后一个就是怎么样使民众党的支持者是对你没有恶感？最少让他的票不会投给这个赖清德，就投给你的柯文哲。但是就是千万可以不投，可以投给柯文哲，就是不让他投给赖清德。好，其实呢，在国内的政治的这个部分，大家现在呢，因为还剩下45天的时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现在看看开始来看它有些修正或者有些调整。